Hello， 大家好，感谢各位回到你宝贝的中阶指甲课程第二季第1集。这一集我们要来谈凝胶指甲跑空气的原因，并且来看一下修补指甲的时候要如何为客户做咨询。这一集要谈很多的内容，各位在荧幕的右方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细节，请跟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集是第二季第1集，我们在所有的课程规划里面是假设客户在第1季的时候已经做了上面所有的事情，并且呢回去之后过几个礼拜要来这边做卸甲重做并且要做艺术指甲，所以这一季呢有很多的规划。但是如果还没有看过第1季的话，赶快回去看一下第1季的内容。在第2季里面分成偏重理论课程的前面7集，以及偏重实作课程的后面7集，请各位一集一集跟着我们一起往下深入研究指甲的世界。主动沟通，引导咨询进度。在实务上面，新手美甲师非常容易害羞，有时候还不敢面对这个客户的疑问总是有点害怕，想说我做好自己就好。所以很多时候新手美甲师就是问完了客户要做什么颜色，要做什么样的设计之后，就直接开工了，很容易去忽略客户心中的问题，傻傻的就是闷着头的就往下面做。这个时候很容易会造成双方的误解，客人可能会觉得你怎么都不关心我啊，然后美甲师可能误解客人，觉得你怎么有事藏在心里不讲啊。所以说在沟通的时候要主动，不要等客人讲。通常在第2次看到客户的时候，客户会有2大问题，2大类，一个是指甲类的问题，包含了客户自己指甲本身然后产生的问题，再来是做人造指甲之后，客户会把它撞毁了、撞坏了，客户的损毁。那有些时候呢是美甲师没做好，另外客户有一些心理的疑问，也许要等着我们去回答。他可能亲朋好友告诉他，做指甲不好哦，做指甲怎么跟中毒一样之类的。那有时候在新闻上看到一些不是很正确的报道，你需要去回答。有些时候客户发现指甲有些问题，去网上查完之后有些疑虑，那也是美甲师应该要适时给予回答的部分。所以说八股一下那就是主动询问客户了解客户的疑虑，这个很重要。另外解释指甲状况，回答专业问题，这也很重要。在我们面对客户的时候，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时候，客户的疑问或者客户的不满，现场其实就可以安抚，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大家都不讲话，然后闷到最后，然后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误解。人造指甲跑空气是什么？人造指甲如果和真指甲分离，原本粘住的地方现在变成有个空隙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就好像空气跑进去了。坊间上就说这叫做跑空气。以专业角度来看，基本上人造指甲翻白、损伤或脱落，其实都算跑空气的一种。荧幕左边那个大拇指，它本身就是跑空气如果跑空气跑得太严重，那人造指甲就不容易粘着，很容易抠掉，所以有时候会像旁边一样整片脱落。刚刚那个同一个客户后来又继续做指甲，还是有前端分离的现象，后来中间有一些翻白，它的侧边也有损伤，后端偶尔有点破损。不过还好，这也是这个客人这前期不好而已，后面越来越棒。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说明栏，有连结。接下来我们要仔细的好好讲讲凝胶指甲不同地方破损有哪一些问题跟哪些原因。凝胶后端跑空气的原因，人造指甲后端分离的现象在手指头不健康的客户里面非常常见。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因为它的指甲本身不够健康，所以它的表面也不够完整，再加上它的皮肤过于干燥，所以使得指甲呢抓地力也没有这么强，这导致后端指甲容易分开来。荧幕的右边这就是一个后端分离很明显的例子，它另外一边有个一点点跑空气同一个客户他这个认真做指甲一阵子之后，他虽然后端还是有分离，可是他的状况比之前好很多，消很多。大拇指也是。后端跑空气我们刚才说了，对于抠咬指甲人而言呢，出血是很常见的。可是随着日常保湿越做越好，指缘母体的状况逐渐改善，它就会长出新的更健康的指甲来。这个时候呢，它后端跑空气的问题就会慢慢改善。就像同一个客户，他后端分离的状况变少很多对不对？只剩一点点了。各位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这个例子的话，下方的这个说明栏点进去，凝胶中间中空的原因。
凝胶指甲如果中间中空是比较棘手的，当然也比较少见。比较常发生的事情是人造指甲的四周翻空，所以说那个翻空的部分就延伸到中间，最后使得人造指甲大面积都没有粘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让人造指甲脱落，因为粘的部分太少了，抠一抠就把它抠掉了。这就是一个后端分离导致中间中空的现象。你看另外其实也是中空的状况其实蛮严重的，如果更严重就会像在上面一样，凝胶就脱落了。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一样说明在里面有它的连接。有另外一种中间中空的现象，它是人造指甲四周都完整的可是它人造指甲跟指甲粘合那个地方，它是中间中空，刚刚好中间空。那这种现象通常都是发生在真指甲本身初期非常软，或者是要常常泡水把真指甲泡软，又持续的受到外力的凹折，持续性的外力例如说搬重物啦，或者说洗锅子洗器具这些都比较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看一下萤幕的左方，中间就是完全中空了，可四周是保护的很好。有另外一只也是中间中空。对于指甲超短的双手而言，通常这些人初期都很习惯使用指尖做事，他的皮肤都是指尖比较粗，指腹比较嫩，因为都用指尖抓东西，像是搬东西抓东西施力都用指尖。可是指甲慢慢变长之后，用指尖的话呢就会撞到，所以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让你变成用指腹来做事。有机会的话我再好好录一集教大家怎么样正确使用手指的角度同样一个 case 它继续往后做中空就好一点点。这个例子有不错的矫正效果，有兴趣的话一样说明栏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凝胶指甲前端分离的原因，前端的人造指甲分离或损伤通常都和指尖的撞击有关系。短指甲变成长指甲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抠东西也好，用指尖做事也好，都会造成这样子的破坏，所以这个一样需要时间的去慢慢去做改变。这就是前端分离的状况，然后很明显它有折痕跟撞痕撞出来的。那这个例子如果有兴趣的话，说明栏点进去看一下。大多数来矫正指甲的客户通常在经过3-4个月，就慢慢的可以减少指尖的撞击，而改用指腹来做事。可是有一些工作，例如说餐饮业、医护业、幼教业或者带小孩这些工作呢会造成很重的职业伤害，很可能这些工作无法完全避免工作上的一个撞击。像是萤幕的左边看它的前端分离就非常严重，两只都一样，而且都撞得很惨，都有裂痕。为什么？因为它是餐饮业的虽然餐饮业破坏得很严重，但是这个例子也有不错的表现。有兴趣的话一样可以在下面的说明栏点进去看一下。美甲师没做好的部分，客户的指甲保护的没有很好，大多数时候都是客户的问题，可少部分的时候有可能是美甲师没做好。哪一些部分例如说前置作业不确实，没有清干净，所以你涂胶的时候你的后端就涂在了老废角质上面，那当然隔天可能就后端就翻空了。另外那个指甲尖端包边没有包好，可能隔天之后呢指尖全部就翻开来。这两个例子如果没做好的话，其实出事情蛮快的，在1-2天就会看到了。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比较长时期的，像是这个人造指甲要做一个漂亮的弧度，抵抗外力的破坏，可是如果没做好的话，那么它的人造指甲就比较无法承受这么大的破坏。可是这个部分不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时候比较才知道。有些时候是凝胶表面没有做完美，也就是说它表面做的不是很光滑，不是很平顺，虽然摸过去的时候就觉得这边凸一块，那边凸一块，那这引诱客户就去抠它，去弄它。这些美甲师没做好的部分，我们在这一季会做很深入的讨论，请各位继续跟我们走下去。人造甲材质不适合客户，有一些时候人造指甲损毁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不太适合客户。例如说今天这个客户习惯去破坏手指头，或他的工作呢也是严重的破坏的情况之下，他就不适合做坊间的轻薄型凝胶。如果说今天这个客户甲床指肉是外露的，为了矫正他的指甲，我们就需要把甲床遮盖起来，遮盖甲床这个动作就不适合使用一般的纸膜来研甲，应该要用甲床复原的手法去处理它。如果用错了，那当然就没有该有的效果。那么另外呢，有时候一般指甲店常见的状况，那就是可能上层凝胶选得太软，没有配合客户的工作，所以导致呢这个客户生活上面容易把表面刮花刮雾，变得不好看。有些时候呢，我们帮客户选的上层凝胶对他而言又太硬了，所以导致呢他遇到一些小撞击的时候就容易脆裂，所以指甲上面就会有那个裂痕。
有些时候客户想要保护指甲，应该要使用硬式凝胶，就不要用软的，不要用那些可卸式的。如果说今天客户喜欢变换造型，喜欢每一周都换新的话，那么我们就使用软式的或是可卸式的指甲，好让它这个快速卸甲、快速制作，去满足客户多变的心。所以啦，材质真的是因人而异，还没有一定正确或是一定错误的答案，但是配合客户的需求是很重要的。遇到忍不住会去抠咬指甲的客户，那就不要给他做立体设计。如果说今天客户喜欢低调风格的，那就避免花式设计，因为客人不喜欢的时候也会去破坏它。所以无时无刻都要去体会客户到底想要什么，去了解客户真正喜欢的东西最重要。该改进的改进，该放弃的放弃。我们来提一下这一集观念里面我最想讲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说今天忘记提醒客户的，那就加强教育，多告诉客户一点，多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说今天是没有针对客户需求的，那就赶快修正赶快亡羊补牢，而且顺便也跟客户承认上次我没有发现你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这次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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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改变它，这样客户就会相信你。或者是有些时候是美甲师没做好，如果说是真的是美甲师工不好或是没做好的话，那么赶快道歉，赶快改进，千万不要闷着头想说能避则避，能闪则闪，像你失去的可能不是营业额而已可能还会客户在网络上批评你，你也失去了去改善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没做好的时候，道歉改进这很重要。该放弃的放弃身为一个美甲师，客户的需求其实我们不一定都能满足的。那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让其他人去处理。如果有些时候有感染的、有受伤的、很花式的指甲，我也搞不定，请别人来处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专精的部分，千万不要为了赚钱硬接，这样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今天这客户指甲有感染、皮肤有发炎，还有流血，硬把它做人造指甲上去，让他的指甲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之后可能美甲师还要承担法律上的问题所以该放弃的放弃不要硬撑你宝贝中阶指甲第2季理论课程，我们上完了第1集还有凝胶跑空气的原因，后面还有好多的更深入的讨论。另外上完理论课程之后，我们进入实作课程，实作课程也有很多大众很喜欢的议题，比较容易受到初学者的欢迎啦。如果不想要漏接我们所有课程的话，请按赞、订阅、追踪小铃铛，不要漏掉我们你宝贝中介课程的任何一集哦。那么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期待第2集再看到你，大家拜拜。